在中国跑赛车，想要拉到赞助到底有多难呢？Hello， 大家好，我是堂主。去年我自费10万去成都天府赛道跑了一场国字头的 CEC 耐力锦标赛。当时虽然只拿到了亚军，但是视频颇受大家欢迎，在 B 站播放量甚至都已经冲到了300万，这已经是 B 站的赛车纪录片里截止目前播放量历史最高的片子，没有之一。但其实说真的，耐力赛对我来说不够刺激，节奏慢的像老年人打太极一样，我不喜欢这种养生局跑法的比赛，我更喜欢那种从头厮杀到尾、拳拳到肉的冲刺赛。我操！那么问题来了，既然是这样，我为什么还要跑全年的 CEC 呢？因为很简单，我想跑澳门格兰披治大奖赛的86路车统规赛。陆朗然走内线，中国西2辆车并驾齐驱进run然而我的赛照只是最基础的国家 B， 甚至连国家 A 都不是。而要跑澳门格兰披治，赛照必须要升级到国际 C 才行。而跑完全年 CEC， 只要成绩不错，就能实现这个目标。但要跑完全年5站的 CEC 呢？光交给车队的费用就得25万，这还是在没有任何付费练习以及没有撞车的情况下。但凡稍微出那么一内内的小意外，费用就没有上限了。而我今年上半年呢，刚撞了一台小米苏7，包买车、修车以及其他花费就干掉了40多万，报一整年的 N Cup 统规赛赛车又花掉了我25万。今年上半年我什么都没干，光因为赛车就烧掉了接近100多万，所以没有办法，我只能舔着个老脸去外面拉赞助了。但是拉赞助的过程有多心酸，具体我就不谈了，大家看完《飞驰人生》应该就明白了。愿意在我胸口绣上朱春娟的老板确实不太好找，很多品牌方跟我说啊，这个堂主啊，你呢要用我们品牌的改装件，我们是随时能够乐意给你提供，但是钱嘛，今天天气真不错啊。但是在这么艰难的环境之下，通过我好姐们李一诺的介绍，我还是联系上了一家赛车模拟器品牌卡缪斯，拉到了10万块的赞助啊！那一刻我真的差点哭出来。啥也别说了，大哥，李一诺就是这世上最漂亮的女车手，而卡缪斯则是这个地球上最牛逼的模拟器品牌。我操，牛逼，牛逼！哎，这个弧度你是怎么算出来的？我的眼就是吃。啊，这个好多，这个即便没事，上面的没事，没关系，没事，可以了吧？完美，好，就它了。为了备战全年的 CEC 呢，从年初开始我就在有意识的减肥，倒不是为了减重让圈速更快，10几20斤对于房车赛来说几乎没有什么影响，而是车手就要有个车手的样子，大腹便便的看着观感就不太好。于是呢，我就开始有意识的控制饮食，外加各类运动。经过了我1个月的减肥，我们现在来看一下我到底轻了多少斤啊！我靠，这个秤坏了吧？这个虽然体重并没有减下来什么，但是幸亏我赛前用卡缪斯的模拟器做了大量的练习，所以虽然减肥没有成功，但是我依然对比赛很有信心。靠减肥成功获得体重优势来打败对手算什么本事？靠技术赢他们就完了。我们准备去成都参加比赛了，我们连小米汽车都没开，开的是一台97年的老登雷克萨斯。这个服务区超棒，好吃的东西很多。披星戴月呀！披星戴月呀！现在是晚上的3点了吧2点半。哎呀，我们这1个月就是为了赛车来回在全国各地四处奔走啊！是的。当年维斯塔潘带着他儿子小维斯塔潘，也就不过如此了吧？可能还没有咱们这么奔波。Let's go。兄弟们，昨天上海这儿被磕了一个石子儿，
然后今天呢，这个石子儿就转化成一个长裂缝了。但是我们现在在高速上面又没有办法，只能凑合开了。这一趟呢，还没有开始比赛呢，就出现这种征兆，我觉得是大吉之兆啊，因为这代表什么呢？代表岁岁平安，代表开赛之前各种霉运已经开始发生了。那么我们比赛呢，就能顺顺利利、平平安安，对不对？对，化解了。我操！可惜你不是个妞啊，你要是个妞，咱俩在一块，这一路过去多浪漫啊！可惜你不是个妞吧？我。天府国际赛道。地面温度60度，31，真快！我操！就很难挠得出来了，因为陷进去了。是的。拖车在干什么呀？为什么还不拉回来？绿灯已经亮起，比赛正式的开始。今年我参加的仍然是2000组，只不过今年我开的是更快的那台序列式86。其实早在几个月之前呢，车队经理就召集过一批车手去易车金港试过车。当然了，本堂主肯定是其中最快的，且跟易速的老车手圈速差不多，所以本来车队还担心我能不能适应得了序列式86的节奏。但我开完之后呢，他们就没有任何疑问了。Hello， 今年你跑吗？好啊，1.6T 啊，1.6T，我们那个赛车，这2天跑的最快圈是多少37吧，好像是。序列式那个。对，怎么会这么慢呢？哦，是这样的，这回今年来这儿以后遇见一个情况，就是今年结合这儿相对比北京和宁波的高海拔，400多米，然后再结合现在的天气，然后我们会发现自吸和涡轮的动力都掉了很多。哦，现在气温高，对，会比同样温度的宁波掉得多，因为海拔的问题。现在这儿是30多度，对，然后去年我们同时期在这儿比的时候只有10度左右，对，差了20度。对，我们这组今年有多少台车呀？序列是86，这一站只有2台，就咱们自己车队的。我现在还能换车组吗？我不想在861待了。没有，你是年度车手，下一站车就多了。到了现场，我才知道我们组别居然一共才2台车，我们那台车还是台快车。当时我一度非常的失望，这本是一个刷 title 的好机会，但我真心觉得 it's motherfucking boring。不练了，练毛啊！就2台赛车，别浪费我的钱。这一站我们要主打性价比，我要省钱，再也不能像去年那样那么费钱了。就这还要练，上去一圈破了它。只不过因为我是全年车手嘛，所以车队每一站都会送我一节免费的练习。哎，这个免费的练习就像超市门口白送的鸡蛋，这不可能不要的呀。所以我早就计划好了，我就用那节免费的练习熟一车就行。然而出意外了。看到没？羊角断了是吗？支臂断了，下摆臂断了，下摆臂断了。我也没撵到东西啊。那可能就是他疲劳强度就到那个点上了呗。来，兄弟们，就是这根上摆臂断了，所以导致他那个方向走不正，太惨了。
这突如其来的下摆臂断裂让所有人都猝不及防，也把本属于我的最后一节免费练习时间给剥夺了。哎，也不知道车队能不能把送我的这一节5000块的练习费用折现退我。应该是不太能。而更加雪上加霜的是，车子还断油了。断油的原因是因为这个插头是吧？对。什么原因呢？这插头可能接触不太好。哦，因为这个插头接触不太好，所以造成的断油。问题找到了，但是不知道能不能解决。修车折腾了好久，此时我最后一个队友硕野最后一天才带着家人开着房车悠哉拍马赶到。本来我以为呢，最后一节1个小时的官方练习时间，车队经理会安排我跟硕野一人一半，毕竟另外2个队友都练好几天了嘛。谁知道车队经理最后说让我别练了，说硕野1分钟车都没摸过，而我另外2个队友呢也都是第一次跑房车比赛，圈速有待进步，所以呢让我把官方练习时间都让给他们仨。而我呢，车队经理居然让我1圈不练，直接拿排位当练习，就离谱。开完了2.2吨的电车，开了1个多月，我现在都怀疑我会不会开1070公斤的赛车了。你会感觉在开飞机吗？我靠，那电车太难开了，那重量，我靠，进弯里啊，当。注意言论，这段不能播，这段不能播。我看着你呢。金主在这，你想干什么？这小米的人，我的妈，怎么回事？小米苏7太好开了，我跟你说，这个车马力太大了，在直线上的时候，我的天，哇，高铁一样往前冲。他说，就问你一句，年底的苏7赛道版，你买不买？看价格。练习赛最终全部结束之后呢，我的3个队友的圈速也都出来了，其中硕爷最快，第一次上手只用1节时间就刷到了1分35秒9，比其他2个队友快了起码2秒多，不愧是玩车多年的老手。他从上学时代就在美国开始玩车，中途回国还开了改装店。我19年刚开始玩的那台 BRZ 就是硕爷给我改的。他18年在国内跑比赛那会儿，我甚至都还没有开始玩赛道。说真的，要不是头2年他退出了赛车圈，回家继承亿万家产去了，我估计硕爷此时此刻还能更快。我这次比赛是次要目的，最重要目的是带我的儿子来成都看大熊猫，顺便比个赛。那队友们的任务都完成了，接下来压力就到了我身上了。那么问题来了，1圈没练的情况下，我能在排位赛里有限的窗口里把圈速做到多少呢？开模拟器就要开卡缪斯。自从开了卡缪斯的模拟器，我腰也不酸了，腿也不疼了，连我多年的这个腰间盘突出都瞬间治好了。这个以前读书的时候总感觉到神困疲乏，但是现在开了卡缪斯的模拟器之后，倍儿精神，特别的棒，湿麻香，身体健康。这是看你的柔韧性。哎呦我操，你居然真能这么躺住啊！牛逼！我操！妈，我没想到啊，真能躺下来。腰软才能肩膀硬，才能担责任嘛，对不对？5分钟。高踩太重会抱死。OK。在此之外的话，它会比那个186的刹车稍微轻一点。排位赛。排位赛状况不断，但是我依然抓住了机会，头2圈就做出了1分34秒342的成绩，排名全场第10。很可惜并没有打破去年冬天车队头号车手杨洋做出来的1分33秒63的成绩，还是有点遗憾。
排位赛成绩定下来了，接下来就是正赛。虽然我觉得这个正赛确实也没啥意思，但是如果开了一台更快的车，结果还输了，那就更没意思了。所以虽然战略上我们藐视我们同组的手动86赛车，但是战术上我是一点也没敢懈怠。因此开赛之前，我找到了我的另外3个队友，商量了半天，最终定下了发车的所有的顺序。那不行，这么着啊，他俩跑第1天啊，我跑第2天的第1棒，你跑第2天冲刺。可以啊，可以啊，我怎么搞都不行。这样也可以。那我跑最后一棒，那我来自己跑。我跑最后一棒。我们明天就全力给你加油打气。那我发车了。哎，你发车。牛逼！来，牛逼！我也太牛逼！来，不要跟对手计较。小米的，你们俩起早才是有毛病吧？小米市场部那是爸爸。我们这4棒车手里，我跟硕爷的圈速会相对稍微快那么一点点。一般的车队呢，都会把圈速相对快的2个车手放在头天的第1棒发车，以及第2天的最后一棒的冲刺。但是我考虑到去年我跑第1棒的时候，场上红旗黄旗不断，严重浪费了我的圈速优势，所以我思索再三，大胆让新人去跑头天的2棒。我告诉你一个小损招，那个大直道上面的时候，你们是挂着2档准备走嘛，对吧？你一看到那个灯亮了，然后你就油门踩死往前冲，但是你还没有到刹车点之前，你要拿你的左脚啪摁一下刹车，然后你的刹车灯就会亮，然后你后面所有的车手全都会刹车。我明白了，你这个是要骗他们是吗？对，就是你在没有到刹车点之前，就一定要拿脚啪，我操，疯狂的点一脚刹车，但是不能点太重。就是这脚刹车可能会在你的速度曲线图上面留一个小坑，但是它不会影响到你的速度，但是它会让后面的所有的车手只要能看到你的，立马一脚重刹，就会影响到他们的速度。所以这样的话，你进1号弯的时候，你后面的人就能大大的降低他们追尾你的那个概率，你会更安全。大哥，你太坏了，你这太坏了，就这点小损招，这都是太牛逼了，非常小的招，你去问问他们那些小脏招更多。牛逼，厉害厉害厉害！加油加油！加油！记住啊，记住啊！好的好的。兄弟们，今天是正赛的第1天，然后现在是开幕式。兄弟们，你们知道现在这个地面有多烫吗？我操！你只能拿你的脚在地面上待1秒，哇，巨烫！然后刚才跑 GT 的时候，电视画面转播显示地面的温度是57度，你打一个生鸡蛋上去，不到3分钟，我觉得应该就会熟。Shit, bro! Motherfucker! 加油！加油！不要慌，人都有第一次啊！往前走一点。就往前努就完了啊！好的好的，听我的，我第一次跑发车的时候也他妈巨紧张，但是车子一开动起来，管他娘的就往前冲就完了，明白？对，明白。我知道我现在不管怎么安慰他，他都会紧张。紧张吗？贼紧张，有一点点，有一点点。绿灯已经亮起，比赛正式开始。来了！哎！别走！外线，我是外线。牛逼，说不定还上位置了呢。掉了一个，问题不大。太精彩了！哦，干那个。261，
远在过掉前面的 D 组别赛车，第8了，太屌了！我操！哎呦，牛逼死了！哎，我这策略太他妈对了！我操！昨天我就在想，我说这策略一定他妈，虽然有点冒险，但是一定他妈有收益。虽然今天没有如期出现红旗、黄旗，但是好多车坏了呀！哎呀，牛逼死了！我操！水温能看到读数是多少吗？水温是多少？水温是多少？我操！地面温度60度，烟冒出来。队友距离第6名就差1秒钟，马上就能过去了，牛逼！什么叫大腿？什么叫大腿861，终于把333过掉了。哇哇！兄弟们，6啊！什么叫大腿？什么叫大腿？啊！什么叫大腿？6老弟！兄弟们，过年了，第5了，太牛逼了，第5了！我们只需要轻轻出手，对手们就倒下了。太牛逼了，你们这队就吓趴了。你知道第几了吗？上第5了，牛逼啊！继续追，继续干！记住我一句话，稳定最重要。啊，准备好工作，换人千万别失误啊！昨天练习多27秒，牛逼，绝对快。2档4档。翘首期待，我们第一次换人。来了来了，帅死了！牛逼！哎哎，牛逼！牛逼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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第5了！第5了，对，太牛逼了！我操，太牛逼了！你是我们的英雄，英雄，牛逼牛逼！收到！饮料，快！啊！英雄，太牛逼了！我操！吹风！英雄，还有7分钟，再坚持一下。没想到你这么稳，可以的，肯定是米娅给我带来的好运。我终于不是那个 F1 赛场里的那个章鱼，牛逼！我们今天我每次在哪个比赛支持谁，谁就退赛。希望到你们这儿能改变啊。那还是应了那句话，当你做好了所有的工作，连老天爷都会站你这边。对。好，接下来我们就加油吧。压力靠你们俩了，大佬们！压力落到咱俩靠你们俩了。艺术的现代赛车，看来真的是在这个计划这个对，但是冲线啊。好的。牛逼！我们明天要把我们今天2位 Pro 车手争下来的优势保住。我们明天2个小卡拉咪车手就是稳住啊！说真的，一开始做出让2位新人去跑头一天的发车这个决定，其实是有点冒险的。发车真的太危险了。结果我万万没想到，他俩不仅从第10直接杀到了全场第5，还把我们同组对手那台手动86给直接套了4圈，可谓是超额完成了任务。这第2天，我跟硕爷哪怕闭着眼开都能夺冠呀！哎，人生的第一个 CEC 国字头的冠军来得如此容易，我甚至都一度觉得有点枯燥乏味了。
今天是正赛的第2天，今天我来跑最后一棒，又是元气满满的一天，而且我还有粉丝过来接我，认真开车一会儿。堂主牛逼！我们先去找个早餐店，好好补充一顿，一会儿正赛就要开始了。你觉得我能拿第1吗？肯定能拿第1，堂主牛逼！今天第2天的正赛，本堂主第2棒出，也就是冲刺，平平安安、顺顺利利，冲完线拿奖就完事啊！嗓子怎么哑了？因为昨天队友表现太棒了，我把喉咙给喊嘶哑。今天他们必然会被我的表现喉咙喊嘶哑。那个上面是吧？对，现在耳机戴头罩。爸爸加油！爸爸加油！马上第1棒发车了，紧不紧张？还好还好。刚才那边是你夫人孩子什么的吗？对，是的，是的。孩子给你加油了。我这次比赛是次要目的，最重要目的是带我的儿子来成都看大熊猫，顺便比个赛。挺好，加油！一定加油！硕爷，硕爷加油！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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爸爸加油！爸爸加油5分钟。861加油，硕爷没问题，堂主也牛逼。那个天气特别热，不要上路肩啊，千万不要上路肩，因为这个上板臂特别容易断。发完车再上来，发完车再上来。绿灯已经正式亮起，比赛正式的开始。第1分站的第2阶段正式的起步，我们看到在内侧起步的杆位的王涛起得非常的不错，两台红旗赛车应该说能有一个队内的配合。55号以及1600T 组别的目前的组别冠军啊，数爷卡住他啊！不行，这个知道，这个加油！刘硕给他留了空间，留空间了，留空间了。 1号弯前861的内侧，但是23弯又是连续的向右。准备换衣服，准备开始我的最后一棒。哎呀，我的队友们已经帮我打好了基础，我就过去收果子就行。赛前多喝点水。 一会儿脱水至少得脱水2-3公斤，肯定会有人好奇，如果水喝多了，比赛期间想撒尿怎么办？尿车里，尿裤裆里。我操！刘硕，大哥了！啊！我操！ 啥情况啊 ？Holy shit！ 这拖出来还能继续比吧？哦，这边艺速的赛车861号，861，那是2000组的领先位置啊。是，这边是刘硕的赛车，是现在他应该是刹车区里后轮陷在了刹车区里，他应该需要救援。哦，那这样的话损失可就比较大了。是的，树爷跟我玩心跳呢，大哥了，那我准备换人了吧？基本上是不是？没有，现在还没有。
对，还得再过10分钟。摸出来吗？自己看出来了。看不出来了，陷在沙子里面。不是，老天爷看我们这个太顺风顺水了，稍微制造一点点挫折。没事，应该很快就能出来。他肯定直接拖回来。然后那个稍微检查一下吧，然后检查一下，我看一下最终拖回来的时间，有可能我就直接是换人了。我主要要看你的那个时长不要超时，明白这意思吗？是，就是每个人不要超过80分钟就行。所以他只要在过了40分钟以后，我就可以上了。还没拖出来吗？啥情况？这个故事越来越有意思了。别让我落后太多，我还能追一追；落后太多，我也追不了。这个车没加油啊！没有。意外来得如此之快，让我着实有点猝不及防。回看硕爷冲出去那一圈，之前的那几个弯被一台飞度给挡了，导致他心态有点爆炸，于是跟飞度拼起了晚刹车。但是他是在赛道内侧，是脏侧，地面的抓地力非常的差，所以他直接抱死冲出去了，引发了全场黄旗。万幸的是车没啥问题，不过等到救援车把他拖出来，他走安全通道再回来的时候，我们已经从领先3圈变成了落后那台手动86 7圈，所以他干脆只跑了40分钟就下了。我得独自一人在60多度的赛车里面跑剩下接近80分钟，摆在我面前的任务无比艰巨，80分钟追7圈，堪称地狱模式副本。跟那个飞度争位置，稍微争了一下，然后当时的地上可能是有一点沙粒，然后刹车有点抱死，然后就直接冲到这个场外去了，还是没有把这个车稳定带回，比较遗憾啊。好，没事就好，没事就好，没事就好，哎呀，没事就好。我听到这些话。冠军搞耽误了，没事没事没事，挺好挺好。不是你为什么要抢那个飞度的位置呢？他挡了我很烦，很浪费我节奏。其实那个弯我是有信心过的，结果那个刹车有点滑。我们在一直喊，然后他那个拖车都不上去。救援多少分钟？救援了15分钟，15分钟。哎呀，其实就是个小事嘛，拖出来就完了嘛，对吧？我跟赛道差10公分，我能下去推，我就把它推上赛道了。就是我冲出去的时候还有点惯性的时候，我不着急，我以为我能慢慢把它再弄回来，但后轮一下就现身了，就其实稍微救援就稍微快一点，我们不说15分钟，就减半，我们10分钟或8分钟的话，我觉得还是有戏的，还能追一追。现在我觉得没有什么希望了啊。现在我们跟第2名。就我们自己组的赛车是差7圈，差7圈啊，这就基本上没什么戏了。手861已经使出了维修区。大家看啊，场主上去的第1圈就做了一个，今天的他们这个861赛车的全场最快圈速，1分34，1分34，非常强。前1名，前第1名，场主，可以。力挽狂澜，力挽狂澜。现在相信堂主是个稳重的人。
正赛里面的镜头实在是没啥精彩的，除了刚开始有几圈冲刺，其他时候都是为了在保车而跑一个固定节奏，圈速稳定的甚至有些无聊。那我就给大家看一下当天我的最快圈吧。冲过龙门架，正式开启新的一圈。1号弯正好在100米排刹车，尾速只有178，比冬天的时候低了6公里每小时，但是弯速高的吓人，能达到95公里每小时，跟陈聪夫开奥迪 R8 GT3 的弯速一模一样，就非常的夸张。要知道这还是一套被硕爷开着爆死了好几次，还冲出了赛道的旧胎，可想而知米其林光头胎抓地力到底有多稳定。当然了，本堂主正赛节奏稳如老狗，那也是很重要的原因。转过3、4、5、6连续弯，前方就要来到全油门的7号弯。去年过7号弯大概是130多的弯速，看看今年能到多少。很好，差不多在150左右。这个弯在新胎的时候一定是全油门过，但正赛里轮胎用旧了，稍微松那么一内内会更稳定一些。出了10号弯就是一路全油上坡。成都赛道设计水平，说真的，一看就是老外做的设计。我来教大家怎么区分国内赛道到底是国内的设计师做的，还是国外设计师做的。但凡是那种来回来去就是重刹掉头、重刹掉头，路还经常越走越窄，低速弯还贼多的 stop go 类型特征特别明显的赛道，大多数情况就是国内赛道设计师做的。凡是那种大开大合，很多弯可能都不怎么需要用刹车，到处都是组合弯，弯速还贼高的赛道，大多就是老外做的。我也不知道是国内的赛道设计师就只会这2下子呢，还是甲方的需求让他们只能这么发挥。但是国内大多数赛道的设计水平却是非常一般，这的确是不争的事实。好了，冲进最后的大直道，一圈也马上就要结束，让我们来看一下圈速最终是多少。最终冲线1分34秒28。牛逼！哇！我靠，能够在这个时候还能够做出3快圈，对，太牛逼了！对，现在别我们的对手，我们队友是111，还差最后5圈啊！5圈一切皆有可能，好吧？为了追回来剩下的7圈，我不得不上场就开启最激进的排位赛模式，用硕爷爆死了好几次的旧胎，上场第1圈就直接干到了1分34秒多，跟排位赛的成绩几乎一样。场下的队友都惊呆了。但很难受的是，因为我是最后一棒的原因，车子经过2天的高强度驾驶，疲劳度已经快濒临极限。3圈之后，车子就开始陆陆续续断油，甚至水温都报警了。我不得不把换挡时机降了500转，从7300换挡变成了6800换挡。同时呢，刹车距离调长，用来适当降温以及保车。散热的问题是解决了，但是不间断的断油问题还是依然存在。没有办法，最后一棒的车手拿到的车况就是会相对差一些。但是我万万没有想到，即便我已经为了保车而放慢了长距离的节奏，但是在半个小时以内，我居然还追回来了3圈。我真的，我都难以想象。这让我的信心大增。然而，车队经理居然不久就把我召回 P 房了，说要进行最后一轮的加油。原来是因为硕爷下来的太早了，我这一棒得开接近80分钟，油量根本不够。车队经理说正好进站加油，正好看看能不能解决一下你的断油的问题。这一进站，我把刚追回来的3圈优势瞬间又消磨了好多。虽然我知道希望已经不大了，但是我确实还是不愿意放弃。万一隔壁的手动86车手也失误了呢，对吧？耐力赛的事儿谁说得好？然而对手没出意外，我们这边却又出意外了。我才刚出去1圈不到，车队经理就再次紧急把我叫了回来，说是赛事干事看到我们 P 房前方洒漏了机油还是刹车油，怀疑是我的车弄的，勒令我必须当圈就回 P 房检查。我当时心态直接崩了，甚至在进 P 区之前，为了争那0点几秒的时间，我想学一学维斯塔潘，我还延迟了刹车。结果，不幸在 P 区的入口上墙了。我们看到861号，这是在维修区入口吗？是的。这个位置是的。他应该是在那个弯错过了开始点，导致不知道是不是遇到了机械问题啊。861号那时候堂主在驾驶了。车子倒是没啥损伤，但是这一系列环环相扣的意外，把争冠的希望是彻底葬送了。
让我更难受的是，赛后车队的人跟我说，其实撒油出来的是我们车队的另外一台赛车，赛事干事搞错了。而让我更难受的是，赛后我们车队经理透露说，那台手动86的3位车手在看到我们的车冲出沙子之后，立马化身数学家，经过计算说，哪怕单圈落后我10秒，我1个小时多也追不回来。于是他们车队经理勒令最后一棒的车手一定坚决苟住，就慢悠悠的开，只要没有重大失误，冠军必到手。唉，这让我更难受了。如果他们最后一棒车手跟我单点厮杀拼极限，我们反而可能会赢，因为只要拼就可能会失误。但是他们选择苟住，我们就一点办法都没有了。一开始我还纳闷，为啥我半个小时就能追回来3圈？原来这一切都早在对方的车队经理的计算之中了。等于其实我最后一棒接近80分钟的努力，从一开始好像就已经写好了结局。我所做的一切努力，都是在做徒劳无功的挣扎。热倒是没事儿，那个头盔太紧了，把我两边腮帮子夹着疼，太阳穴夹着疼。哎呀，堂主，对不起你。可以，堂主，没事，我自己也犯错。哎呀，圈速太快了。我丢人现眼，把车停在那个维修区入口，那个太着急了。然后我以为凭借我的能力，神之一脚一定能在最高速度的情况下一脚给他循迹刹车，刹到维修区里。结果呢，这个事实证明还是不要狂。我在赛道上的时候，我也是这么认为的。我操！哎呀，来兄弟呀！恭喜冠军啊！我跟你说，我真的就是完全在保车。那个车我上去大概第3圈就开始过热，然后就断油啊，还有断油吗？对，各种断油。然后我就正常我是7300换挡嘛，然后我就6800换，然后这种情况下巡航出来的3536的圈速，挺快的了，已经。挺快了，非常快了，厉害，非常快了。来，堂主，我们合一个。快有啥用啊？失误了没用，我也失误了。所以我们完全对不起你。没有，来，我们一起。我们一起。下站都在拿回来下一站。好，拿下来，来，这个牛逼！这个来。很遗憾，用一台更好的赛车，结果居然还是只拿了亚军，让我的回程之路非常难受。但这就是赛车，不到冲线之前，你永远不知道会发生点什么。所以半场开香槟，属实还是草率了一点点。哎呀，我本来冠军的获奖感言我都想好了，结果拿亚军，难受。提前开香槟嘛，做了一切的准备，就是没做拿亚军的准备。哎呀，没事，再接再厉。哎呀，低开高走。你真会安慰人。好了，以上就是本期堂主聊车征战 CEC 2024的第1集了，有点遗憾，我自己也着急了，出了点小失误，丢人现眼了。不过无所谓，下场再战，对吧？只拿到了亚军，说真的，我都不好意思找你们要投币，但是好像不给又不符合你们的性格，对不对？所以要不要投一点圆圆的币支持我们一下？那我是堂主，我们下期再见，拜拜。